买回家的裤子发现裤脚有点长，怎么办呢？您还要另外花钱修改吗？今天教您2招无痕改裤脚的方法，不花钱不留痕迹，新手小白也能一看就会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美食采味，一起跟着视频看看具体的操作方法吧。对于新裤脚总是长一点，这种情况呢太普遍了，尤其是现在是网络时代，很多朋友呢都喜欢网购。然而网上购买回来的裤子总是容易出现一些偏差，尤其是家里有小孩的朋友都知道，因为小孩子一年一个样，长高特别快，所以总喜欢买大一号的裤子，想着来年呢还能穿，这就出现了一个尴尬的问题。今天穿着太长了，明年穿着又短了，一条裤子没有一个穿着合身。可是如果裤子买得太长，不仅容易拖地，而且呢不小心踩到裤脚还容易摔跤。如果是拿到裁缝店里面去剪裁的话，少则10块，多则20不等。这样一来无形之中增加了裤子的价格，想想心里面就不舒服。这可怎么办呢？今天就给大家分享2个缩短裤脚的方法，方法简单易学，隐形无缝，没有痕迹。现在呢我们来分享第一种修改方法。首先呢我们在这之前呢要先确定好缩短裤脚的长度，可以先试穿，将它大概的位置量出来，然后呢做个记号。确定好长度之后呢，我们把裤脚往上面挽起来就行。同时我们需要注意，要将挽起来的裤脚和裤脚侧边的线呢完全对齐，并且保持两边呢都是在同一个水平面上面，这样呢就可以有效的防止缩短裤脚之后呢出现裤脚歪斜的情况。所以不要一边高一边低哦，否则就前功尽弃了。调整好后，将准备好的针线拿出来。第一针，我们从里面往外出针，把线拉出来，然后沿着上面的这一条裤边线，以平针的方式把整个裤脚缝上一圈，就这样平着往前穿针，再出针就好了。就沿着这一条线一直缝着走就好。按照这样的方法，就算是新手呢也能够轻松胜任，只要控制好距离就可以，丝毫不用担心缝得不整齐或者是掉针的现象。不过需要注意，是否裤缝在一条水平线上，两边是否对齐，确保没有问题哦。另外大家在选择线的时候，线的颜色呢一定要和它原先的线一致，这样才美观。我这里呢是为了方便大家观看，所以特意选择了显眼的红色。每换一个面呢都整理平整，不要想着半圈已经固定了，这半边肯定就不会缩了，不要抱有侥幸心理，一定得整理过后呢再缝着走。一整圈完全缝好，和开始的线连接起来，然后呢我们在这里打个结，这样呢才看不出来任何破绽。好了，缝好呢就是这个样子的，外边里边都是整齐的，是不是很简单就能做得很好呢？现在再将裤腿翻进去，留下的裤边呢再翻下来留在外面，这样就可以啦。翻过来后呢就是这样的。如果家里没有熨斗可以压一压，压一下之后就更加好看，更加完美啦。根本看不出是我们缝上去收过裤脚的。看一下这个裤腿，你有没有看出来是我们缝过的呢？孩子长个了，我们再将裤脚放下去就好啦，非常简单，而且外边看不出任何痕迹，里外的样子呢都非常的整齐，不需要任何的技巧，有针线就会。像这种收裤腿的方法适用于任何类型的裤子，所以你有需要的话，那么就可以用这种方式来给它缩短裤腿啦。特别实用的小妙招，看看对比一下2只裤脚，根本看不出来差别呢，是不是既隐形又好看？穿上外出是根本看不出来我们更改过的样子的。接下来我们再来分享妙招2，和之前一样，先确定裤腿需要缩短的长度，不同的是将需要缩短的那个长度呢，
往裤腿里面挽回去，向内折叠进去。同时注意，挽回去的距离呢要在同一个水平面上，而且呢要对齐裤缝线，不然的话也特别容易导致斜退。裤腿折进去了之后呢，我们用手稍微压一下，让它有一点褶子，硬实一些，这样我们在后期缝的时候呢更加方便，不容易来回缩。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个透明胶带去下一段，然后和另外一只裤腿的裤腿线对比一下，要在同一个高度，不然的话缝出来的裤腿一个高一个低，那样呢就比较影响美观了。以前面的裤腿线为参照，平行的贴上透明胶，透明胶要平齐，这个也是为了方便缝线时避免线缝歪的，也是方便新手朋友。这样呢，我们只需要把针线跟着透明胶的边缘走就好了，非常的简单。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始缝针了。第一针呢，也是从内往外挑出来，这样才看不出来针脚。然后再看一看之间的裤缝线，注意看它的每一个针脚之间的距离，接着模仿一下它的针法。我看了一下，大概每一个针脚之间的距离呢是3毫米的样子，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个距离缝针就行。那么第二针呢，就是将针往后面撤退3毫米，往里面前进6毫米，看清楚了吗？这种针法呢，我们叫做回头针。后面的针脚依次以这种方式倒退3毫米，然后呢从下面往前方前进6毫米再出来的这种方式，一直缝完整个裤边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这个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、关注都是我前进的动力。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今天给我点个赞吧，感谢您的支持。好了，这一面呢就弄好了。可以看到用这个方法缝出来的线非常直，跟妙造衣一样，不留任何痕迹就能够轻松的把裤腿改短了。那么我们把胶带撕下来，然后将其粘到另外一面的裤腿上，注意参照另外一只裤腿哦，不要一面高一面低，那就不好看了。就以刚刚的针法继续缝着走就好了。用回头针法最尴尬的问题呢，就在于针线往往估计不好，线不够用了，这时不用急，我们就在这里往里边打个结，结束这一段。然后我们呢准备一根新线，往前面3毫米的地方出针，然后呢再回来穿进去，往前走6毫米再出针。接下来方法不变，继续缝着走就好了。一整圈全部缝好后，我们记得在这里收边。好了，现在呢，我们就可以把透明胶带撕掉标了。看看，不管是里面还是外面，可以看到针脚呢也是非常的密，而且呢是在一条线上，就和原来的一样。如果是用原色线的话，就十分完美了。那样的话，我们不说，根本看不出来是我们自己缝出来的。不管是里面还是外面，都无可挑剔，没有一点点歪歪斜斜的。里外面的样子呢都非常的漂亮，针脚和线呢都非常的整齐，再挽起裤腿来也不会有任何问题。现在呢，裤边已经改好了，可是不怎么平整，恰巧家里没有熨斗，该怎么办呢？这里教大家一个简单的方法，只要家里有不锈钢杯就可以完美解决，因为不锈钢容器的导热性是非常好的。
我们可以往里面呢加入一些热水，这样热水的热量就会迅速传达到不锈钢容器上，然后把它当做一个熨烫机来熨烫衣服就可以了。往里边倒入刚烧开的热水，然后把裤子放在桌子上，就用不锈钢茶杆压在裤脚上，趁热在裤脚上来回移动，就像使用熨斗一样，直到不锈钢茶杆的水冷了为止。如果感觉裤脚还没有熨平，那就再烧一壶开水，继续熨烫一直到满意为止。如果家里没有熨斗或者是熨斗坏了，就可以使用这个小方法哦，能够很快的帮你把裤子衣服上的褶皱去除，十分简单有效。现在很多人呢也有网购的习惯，网购虽然方便，但是买衣物总是会有货不对版的风险，比如裤子太长，这就是非常常见的。所以今天分享的方法快快收藏起来吧，不管什么裤型都可以使用这个方法哦，家里有小孩子就更需要啦，特别的实用。那么对于这两种收裤脚的方法，您更喜欢哪一种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不过不管用哪一种方法，收出来的裤脚呢都是没有任何痕迹的，非常的隐秘，值得一试。而且呢方法简单，新手也能够轻松胜任哦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就分享到这儿了。如果您看了觉得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帮助的话，记得点赞转发分享哦，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。点击我的头像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精彩内容，每天呢都会更新不同的有趣的视频，记得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瑶瑶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